双方是否有调解意愿？有。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庭前调解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，被告对免责条款有说明义务，但是被告并没有履行此项义务。另外，对于脑梗是否属于脑中风的争议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，双方因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的，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，因此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。我无法想象刘女士现在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，我们只能深表同情。但是刘女士所购买的这款重疾产品，确实不涵盖脑梗的情况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我们公司也有涵盖脑梗等相关疾病的重疾产品，但是相应的保费就不一样，会更贵一些。刘女士，你当初是否因为精打细算而选择购买这款不含脑梗的重疾产品呢？那么你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，现在是否应该为当初的抉择而承担责任呢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当时签保险合同的时候，你们都说的好好的，什么都赔的。现在出了事儿了，我儿子等着钱救命，你们又在推脱责任，把责任全都推到我们这边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法官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没事，别激动。审判长，我反对，对方的代理人正在对我方的当事人进行了与事实不符的主观臆断，并且对我方的当事人在情绪上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被告代理人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不要过分刺激原告。现在休息半小时。休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刚刚表现得很不错，所有人都觉得马娜娜太过分了，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又高了一些。冯律师，到时候万一我们败诉，我说的是万一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万一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还有其他的出路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为我的孩子弄到钱。女士，你要有信心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自私，做了个错误的决定？我没有，你不用多想。我们不能放弃集体诉讼。我明白。我之所以没有采纳宋嘉诚的建议，是因为我都明白。你真的不用多想。这不是还没有判吗？我们胜算挺大的。你真是这么觉得？真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下面请被告方举证。审判长，我方提交的第一份证据是4年前万春明因为头疼去医院就诊的检查报告。这份彩色多普勒报告显示，万春明早在4年前就因为脑血管的问题去医院进行过检查并且治疗，所以我方认为万春明在投保时并未履行相关的告知义务。原告方对这份证据有异议吗？有。被告方提供的这份所谓的诊断证明，只是一份复印件，而且其鉴定行为系单方委托，
我方不予认可。针对对方这份诊断报告的真实性，我方在获得法院允许的前提下，向相关医院进行了调查核实。鉴于被告方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该彩色多普勒诊断报告单的原件，所以产生的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需要由被告方承担。被告方继续举证。审判长，我方有一份新证据要提交给法庭。我们为了应对这次诉讼，对刘素宁和万春明在投保时所做的申请报告做了详细的检查。我们发现刘女士和万春明还存在一些其他未履行的告知义务，所以我们现在认为万春明在投保时蓄意向保险公司做了不实陈述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原告，请保持冷静。如果万春明在投保时蓄意做了不实陈述，我方认为保险公司有权解除这份保险合同。审判长，我请求回应。准许发言。我认为对方的举证已经超过了法庭指定双方的举证期限，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提交。审判长，我们认为新证据足以影响案件的基本事实，会对案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。确实，这份证据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，由我的当事人刚刚获得，所以我们想作为新证据提交给法庭，希望法庭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，予以采信。审判长，被保险人现在生命垂危，没有时间再继续等待被告无休无止的搜集证据。什么时候给的？明天。被告代理人，新证据最快什么时间可以提交？明天。不能拖到明天，今天下午提交最新证据。继续开庭。是。马娜娜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彻底废除了他们的保险，那个孩子就没钱留在 ICU， 你会害他没命的。这要怪你啊！我给过你其他选择，你不领情。那叫什么选择？选择依然有效。撤回集体诉讼吧。没门儿。下午见。刘女士确定没有对万春明的状况做不实陈述。如果确定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案件的走向就会对我们更有利。刘女士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签署的这份合同第6条第8款，你能看到吗？我能看到。如果你有血液循环疾病，请画勾，症状包括胸疼、心脏杂音、心悸以及静脉炎等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的当事人并不清楚专业医学术语的确切含义，比如说心脏杂音，他很难确认他的儿子是否有心脏杂音，他只是认为万春明是健康的。是的，因为我儿子没有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。当时我问过安生保险的医疗顾问，医疗顾问说心悸这种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心悸不算是疾病，所以我就没有画勾。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你很清楚在重要的基础健康上隐瞒或者是撒谎，那么安森保险公司是有权解除这份保险合同的。这在你签署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，保险公司的相关人员已经对你做了明确的告知，对吗？是的，但是我没有撒谎。现在我们来看第10条，在过去的1年中，被保险人是否抽过烟、雪茄或咀嚼烟草？你的选择是否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是否知道去年的秋天，你儿子和他的朋友陈刚
一起聚会过呢？审判长，我反对，对方代理人的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。原告代理人请保持冷静，原告需要回答被告代理人的问题。是。谢谢审判长。现在我们来看照片。我们看到照片上是你的儿子，对吗？我们看到他正在抽烟。这不可能，我从没见过我儿子抽过烟，这照片一定是假的，不可能的。很遗憾，这张照片不是复印件，而且我们已经请相关机构鉴定了这张照片的真伪，它也不是伪造的。并且，照片中的另外一个当事人陈刚已经向我们证实，你儿子在签署这份保险合同之前，至少已经有5年的烟龄了。审判长，众所周知，长期吸烟是引发脑梗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。我方认为，刘女士和她的儿子在签署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，未能如实履行相关的告知义务，因此，安生保险公司现在有权解除这份保险合同。尽管合议庭很同情原告，但是人民法院所做出的每一份判决，都应该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就本案的事实来看，你的当事人在投保时并未如实的陈述事实。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的规定，安生保险有权解除保险合同。保险合同一旦解除，你们注定无法继续进行索赔。希望你们能做些让步，和被告协商一下，争取利益最大化吧。可以，我们同意调解，或者庭外协商。刚才我单独询问了一下被告方的意见，他们拒绝本庭继续调解，你们只能庭外协商。协商不成，法庭将择日宣判。安春明如果不能留在 ICU 的话，等于是宣判了那个孩子死刑。他本来是有机会活下去的，你良心何安呀？你良心不安了，造成现在的局面都是因为你。你确实应该谴责自己。好吧，我接受你的和解条件。晚了。今天的庭审内容，我断定，这个案子你们必定败诉。我当事人现在拒绝和你们和解。
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任何一个案子输了我都能接受，但是这个案子事关到一个无辜的孩子的生命，所以我求你。不，你别挂电话，娜娜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听我说，风声，我给搞错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连当事人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子抽烟，你怎么可能预见到这样的情况？这就是我的错。我完全可以留一个余地的，但是曼丹娜说的很对，我不该拿一个孩子的生命去当做赌注的，这实在是太自负了，太自私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风声。这就是我的错。风声，这就是我的错。风声，你别自责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你已经尽力了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风声。风声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不好？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你看着我，你转过来，你看着我，你听着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尽全力了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，不是，真的是我的错。你已经尽了你所有的力量去帮助他们，你尽力了，你真的尽全力了，我知道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夜幕如潮接近，坠落的温柔乡，不存在什么方向，一点小小的失眠，就能在黑暗里留住一缕光，在疲惫中重拾一颗清凉，像一场没有梦的睡眠，像一个不透光的窗帘，我的梦境是你决定。你还没走？没呢。我回来拿手机。再见。再见。是顾念吗？是我，冯主任。顾律师刚走。啊，谢谢啊。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刚才加班来着，马上走。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天见。
明天见。啊？明天见。啊，明天见。喂，姑娘。是封律师吗？啊，是。我这里是重症监护室，你立即来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孙大夫在哪儿？抢救室。哎，谢谢。出什么事了？刘素宁怎么了？嗨，我本来是约他来谈万春明转到普通病房的事儿，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支持 ICU 的费用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然后呢，他当时的情绪很激动，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，后来体力不支，就昏过去了。这也不是我。他没事吧？哎呀，他可能是最近因为儿子的事茶饭不思，有点低血糖，再加上刚才一时着急就暂时昏过去了。好在我们处理的及时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他儿子一定要离开 ICU 吗？说句实话，医院的医疗资源很有限，我个人真的是无能为力。福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师哥，师哥，是刘素宁的保险理赔案，我们极有可能会败诉，但是刘素宁的孩子急需要一笔钱去支付他 ICU 的费用，否则这孩子就没救了。所以我想求求你帮个忙，去找许威廉，跟他说个情，行吗？拜托了。行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打给他。谢师哥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不在服务区。我打给他秘书。喂，哎，张秘书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宋嘉诚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知道许威廉在哪儿吗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他在郊外的度假酒店，我现在过去找他。对不起，师哥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还是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回医院盯着吧。姑娘，你在家陪彤彤，一有消息我马上打给你。好，麻烦您了。喂，姑娘，陪我说说话吧，我有点困了。你是自己开车去的吗？现在你取保候审阶段不能自己开车的。夜里实在是不好叫车，救人要紧。没关系，回去我会向他们主动汇报。谢谢你哦。你还记得天伦乾坤刚刚成立那会儿吗？也是这样，客户一个电话，我们就得连夜开车赶过去。那时候多亏你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时刻提醒我，我才不会犯困。你好好开车啊。你知道吗，姑娘？彤彤的学习成绩最近提高了不少。我知道啊。你还有多久能到啊？
快了，大概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。那我就不挂电话，咱俩这样开着电话，但你专心开车好吗？回来了。我已经给风声打过电话了。你放心吧，都搞定了。我得先躺会儿，我太困了。那你吃点东西再睡吧。没事，不用你别忙活了，我躺会儿就行。方主任，你真是数蜡烛啊，不点不亮。许文莲已经同意又去出钱，帮助刘素宁母子解决燃眉之急，然后再让安生保险跟刘素宁签订一份补充和解协议。还是得谢谢宋嘉诚，啊，当然了，也要谢谢你姑娘。应该的。我说风大律师，咱以后能不能别再这么折腾了？一大帮人陪着你，都那么大个圈子，你亏不亏啊？特别亏，真的。在您看在我主动把自己点亮的份上，原谅我，下不为例，坚决不折腾。凤律师，谢谢你，我儿子有救了。安生保险的钱到账了？到了，我现在有钱给儿子治病了。那就好。那晚春明就可以活下来了。孙主任已经说过了，只要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治疗，还是有很大希望的。谢谢你，凤律师，我们一家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哎呀，你这，我这可承受不起。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。只要晚春明能够继续接受治疗，我就安心了。谢谢你，你千万别客气，您别客气。
主任。啊，进来。丁主任，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啊，说吧。我并不是喜欢搬弄是非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，我应该告诉你。有话直说吧。我看见封主任和顾律师之间发生了不合适的行为。什么不合适行为？就是超越了正常同事上下级关系，以及正常同学关系的不合适行为。这件事儿，我希望只有你和我知道。你放心吧。昨晚的事儿很抱歉，那么贸然去到你的家里。啊，没事。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谢谢。谢谢你帮着我一道收复宋家镇。我也是本案的律师。你昨天去我办公室了，你走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为什么？风声，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，但是昨晚你又回来了。对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没错，错了。就因为你经历过一段失败的爱情和婚姻，你就不敢重新投入到另一段新的爱情当中，亦或是这段失败的爱情和婚姻还有值得你留恋之处。经过昨晚的事情，我意识到宋家成是不会让你离开他的，但是我也不会。风声，我喜欢工作，我喜欢在宜盛河工作，我不想把我的工作弄砸了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不想给你太多压力，在你没有想好之前，我们各自给对方一点时间吧。好，月底吧。月底之前，我们先各自沉淀一下。月底的时候，我们约一顿饭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你再告诉我你的决定。好。风声，我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对不起。没有对不起，这是时间问题。我不想再错过。您找我有事儿？方旭之前来找过我，说了一些你和顾念之间的事。他说什么了？他在办公室看见你和顾念有超出同事关系的不适当行为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
这件事情我没什么好辩解的，这是我的问题，跟顾念无关。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理解你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你之前一直信誓旦旦地告诉我，你们之间只是工作关系。那件事情真的是个意外。我是因为刘苏宁保险理赔案压力太大了，所以一时失态了。我之前是怎么警告的？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对不起啊，是我一时情感上没有控制好。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。说实话，我从来不相信男人在情感上的控制力。但是你最后一句话没有说错，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，至少不会发生在这间律所。什么意思？方旭和顾念现在还在竞争阶段，而你作为律所的领导，却和其中的一方发生了工作以外的感情关系，这就直接破坏了本来公平竞争的环境，使得方旭成为了受害者。因为你没有处理好和顾念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他已经不适合留在这儿了。您这未免也太武断了吧？犯错的是我，该承担责任的也应该是我。顾念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不应该为此而承担这个后果。也许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很残酷，但这就是竞争。你的一块短板很可能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。你可以先跟顾念私下里知会一下，让他做好离职的准备。他也可以提前开始物色新的工作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推荐别的律所，但我能够做的也仅此而已。您观察了他这么久，他的工作能力就不值得您给他一次机会吗？我认可他的工作能力，而且这段时间他也展现出了很好的业务水准。但说老实话，顾念的劣势在于你。这间律所绝不允许有婚外恋，哪怕是流言也不行。我还要照顾律所其他同事的看法。如果方旭觉得不公平的话，我自愿放弃这次的投票权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，这是需要合伙人大会综合评分以后做出的决定。且不说合伙人的决定如何，如果你和顾念之间的婚外情让其他合伙人知道，你们两个恐怕一个也保不住。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一下？顾念跟方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他不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这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，我很遗憾。如果一定要有人对这事负责的话，我离开。嘉诚，粥已经熬好了。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今天要去天联乾坤开会。我跟慕言说一声，让他晚点开始就好了。那可不行，工作得有工作的规矩。行，那剩下交给你了啊。你别管了。哎，你等等。怎么带着围裙去开会？哎呦妈呀！真的来不及了。别太辛苦啊。姑娘，带个牛奶，补充营养。谢谢。薇薇，姑娘已经出门了。老蔡，哎，你别欠着我就跑啊！你干什么？我今天开庭没工夫跟你闲聊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你看还有10分钟呢啊！来，聊两句啊！你想知道什么？再跟我说说叶琴这个人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跟他很多年没联系了，我跟他其实不熟。
现在不熟，那不代表以前不熟啊。那你俩高中辩论队的时候不还在一个队的吗？哎，他那会儿性格什么样啊？是不是也跟现在似的，就不太好接触啊？应该还好吧。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，这毕业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。高中聚会他也不参加。哦，那这么多年你们俩就都没见过啊？是啊，差不多。而且他结婚后生活不好。叶琴琴结婚了？是啊，他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。来，过来，来，你先坐。你刚才说他结婚以后过得不好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也许我不该多嘴啊，但我听同学们说，她有个特别不靠谱的老公，天天游手好闲的，也没个工作，这家里家外的全由叶琴琴一个人张罗。她以前成绩不错，还有点要强，所以跟她老公关系一点也不好。哎，那他俩现在怎么样了？好像是离了，反正是过得不好。他俩现在各过各的，叶琴琴啊自谋生路去了。原来如此，说的。哎，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，都是道听途说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着开庭，再见啊！我也撤了。改天请你吃饭啊！好。